粉的仪态又来了。创四的总决赛结束不久，青三的总决赛马上就要来了。仪态本想安安稳稳追个大结局，没想到先被连环瓜给塞饱了。郑爽的事儿还没出结果，于景天这边又摊上事儿了。这次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、争论不清的经济问题，而是精准的踩在了法律雷区。父母非法经营，自己还被爆出双国籍，一时间退赛的呼声越来越高。真心奉劝一句，秀芬们搞选秀一定要提前排雷啊！青三马上就要到了总决赛 ，C 位还在紧张的争夺之中。于景天可以说是 C 位的有力竞争者，参加青三以来，他的排名一直不错，人气也很高，完全就是提前锁了成团 C 位。可谁能想到，还没等来大结局，他就轰轰烈烈的翻车了。不，是被父母拖下水了。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巧，有位网友扒出一则某画室为于景天做的广告，单看广告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可就是有人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，来了个顺藤摸瓜，顺着画室的名字找到了官博，并发现了所属公司。捎带手查了一下该公司，竟把于爸于妈牵出来了。这家公司的历史股东居然有于景天的母亲李琴，而李琴花5000万注册的另一家公司里，高管名单又出现了一个叫于平的人。乍一看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，可巧合就是无处不在。就是这俩人，他们在多个判决书里同一地址。更锤的是，于平名下有家公司注册了大量于景天的商标，这一看关系就不一般啊。后来经查证，他们就是于景天的父母，本本分分做生意，还能招来无妄之灾，那只能说我们见的世面太少了。接下来请欣赏骚操作。于平名下有一家餐饮企业，旗下有一所名叫锦丽歌城的 KTV， 这家 KTV 就是整件事的核心。那么这家小小的 KTV 究竟有什么猫腻能引起这么大规模的关注呢？别急，咱们一起来看。2009年，成都警方进行清查，在锦丽歌城抓获14名吸毒人员，警方责令其停业整顿。警方都介入，该引起重视了吧？抱歉，咱们低估了他们的胆量。时隔5年，锦丽歌城又被牵涉进一桩非法持有毒品的诈骗案。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，毒品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就能交易的东西。那么 KTV 的毒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别急，证人已经指控是唱歌的时候陪唱小姐卖给他的。What？ 新的利益链条又出现了。看看这招聘美女员工的简介，陪唱小姐具体工作是什么？很明显了吧？涉黄涉毒，这可不是小问题。爆料一出，直接引爆热搜，于景天更是在热搜上挂了一整夜。对此，于妈很快出面解释，表示这家 KTV 在很早就转让给别人经营，夫妻二人并无违法行为，更与于景天没有任何关系。但是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专业调查企业关系的人反驳。于妈表示，2008年就没有在经营，但是却在2018年仍旧在签租赁合同，结束经营竟然还有这种操作。其他的民事案件中也查出了于景天的父母一直是这家 KTV 会所的老板，对此于景天的公司一直含糊找补，发表了声明，避重就轻，表示于景天没有去过 KTV， 事情与他无关。而他的父母也启动诉讼程序，要把议论这件事的网友给告了。这一系列操作并没有堵住大家的嘴，反而让不少人进行了深挖，没想到还真挖到点东西。于景天是双重国籍，不了解的出来长姿势了。2019年，于景天参加韩国选秀时说自己是加拿大人，到了2020年参加青三时又说自己是唯一一个中国人，国籍双标，真的太秀了。要知道中国是不允许双国籍的，父母涉嫌违法，儿子又想钻国家空子，这样一来，于景天的好感度直线下降，退赛话题更是冲上了热搜。你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？远远没有，神级空屏再现。为了给于景天洗地，他们把蔡徐坤、刘亦菲、吴亦凡通通拉下水，还有换位思考的、感同身受的，甚至还有裸贷现身的，简直震乎最后的三观。现在的秀芬们已经疯狂到这种程度了吗？还是于景天的魅力真的势不可挡？这些事儿还没说清楚，于景天手幅被恶意涂鸦，于景天哽咽感谢粉丝又上了热搜。青三见面会举行，有网友发现于景天的手幅被恶意涂鸦，他的脸被笔涂黑了，手幅上还有使劲用笔划脸的痕迹在。据爆料网友说，这是有人趁粉丝不在偷偷拿去恶意涂画，而且涂画的人应该还是某家粉丝的站姐。有一次在现场的网友说，那位恶意涂鸦于景天手幅的站姐还当着粉丝的面大骂于景天，于景天在台上哭，粉丝在台下哭，粉丝们还大声喊着于景天的名字，对他大喊加油。
在粉丝看来，于景天是极惨的，多数粉丝认为他什么都没做错，都是有心之人恶意操纵。这次的于景天究竟是手握月粉剧本，还是被对家黑，暂时还没有定论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青三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于景天和罗一舟的 C 位之争。如果于景天父母的事情处理不当，他必定会被资本抛弃。罗一舟顺利成为 C 位，出 C 即是中 C 的定律依旧未被打破。于景天的爆料一出，节目组各种暗戳戳的小动作也藏不住了，他们将平台于景天的封面换成连环尾。目前呢，桃还没有给出解释，最后的结果还不好说，咱们还是蹲个后续吧，说不定会有今天反转呢。不过经过于景天这么一闹，选秀学员的背景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只能说参加选秀的肯定都不是一张白纸，背后的关系可能是我们想破头都想不到的。说回于景天，他在舞台上是个王者，他的实力与业务能力呢，我们也有目共睹。但任何艺人的成功与否，并非只要做好舞台就可以了。偶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，只有以正面的形象引导众人才是合格的偶像，否则只能退出这个领域。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应该明白，选秀的本质就是真人秀。真人秀请的常驻嘉宾不会是众多明星中玩游戏最厉害的那个，而是那些有梗的，懂得怎么玩会搞笑，怎么玩能吸引观众的。一档节目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不要说为了帮助有梦想的人实现梦想，而是实现利益。一档节目你赚不到钱，还怎么继续下去？谁会给一档亏钱的节目投资呢？有冲突才会引起人们心中的馋虫。有黑料才能吸引更多的吃瓜群众，这就是为什么淡黄的长裙、蓬松的头发会出圈。选秀节目就是不公平，出道权与选手的实力是不划等号的，没有任何一档节目是绝对公平的。如果说真的有，那个节目只凭唱跳就是纯比赛，请最权威、最专业的评审。那这档节目只能用高考来命名了，拼的就是纯实力，强者登顶，弱者退场。有一说一，今年秀粉太惨了，创是抗日战争，青是虎门销烟，真绝绝子。以一太资深秀粉的角度来看，现在选秀水分真的越来越多，真情实感你就输了。最后问一句，你们觉得于景天会顺利出道吗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